历史上最诡异、最反转的清代皇权大案，藏住康雍前3代王朝最深层的统治密码，也彻底暴露了雍正与乾隆父子截然不同的顶级帝王心术。多数人根深蒂固认为雍正为人冷酷嗜血，动辄严刑峻法，大兴文字狱，而乾隆宽厚仁慈，包容万物，善国体恤臣民。但真实的历史真相完全颠覆大众认知。一生铁腕肃贪，对政敌零容忍的雍正，面对公然谋反、辱骂自己、捏造10大罪状的反贼，不仅没有处死对方，反而亲力亲为洗白自己，赦免罪人，颁行全国。可等到雍正驾崩，乾隆刚刚登基，立刻推翻父皇遗命，将这名被先帝钦定赦免的罪人凌迟处死，诛杀途中。同时，全国禁毁先帝亲著的典籍，严禁民间私藏流传。这桩前后反差极端的历史悬案，从来不是简单的父子意见不合，也不是一时的性情好恶，而是2代帝王针对皇权正义、舆论管控、民心归附、王朝统治做出的顶层博弈。今天这期影片，我们拆解曾静案的完整始末，撕碎影视剧塑造的帝王刻板印象，看懂雍正看似软弱的极致高明，与乾隆看似宽仁的极致冷血，解读大清由严转松、由盛扶衰的核心转折密码。很多人只知文字与恐怖，却从未看懂曾静案的本质。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谋逆案，而是一场牵动全国舆论、事关雍正皇权合法性的顶级舆论战。雍正年间，湖南秀才曾静饱读书却固执偏颇，长期接触反清思想，深受明末遗臣吕留良华夷之变理念影响，内心根深蒂固，认定满清入主中原明不正言不顺。恰逢当时民间流传大量抹黑雍正的野史流言，包含非父篡位、逼母殉葬、杀兄屠弟、贪财好色等10大罪状。这些传言大多源自八爷党流放党羽的刻意散播，辗转传遍民间，扭曲了天下人对雍正的认知。心智偏执的曾静轻信所有抹黑流言，断定雍正就是一位无道暴君。大清气数已尽，他大胆认定手握西北重兵、镇守边疆的川陕总督岳钟琪，身为岳飞后人，必然心存汉族大义。不满满清统治，构是亲自撰写策反密信，罗列雍正10大罪状，派遣弟子张熙千里赴陕，试图说动岳钟琪举兵造反，推翻大清皇权。这一步痴狂冒险的举动，直接惊动朝堂，震动整个大清。岳钟琪收到密信后，万分惶恐，第一时间上书奏报雍正，将整件事如实禀报。按照中国历代王朝的律法惯例，公然谋逆、策反封疆大吏、辱骂帝王、煽动叛乱，是10恶不赦的死罪。不仅当事人必处极刑，还会株连九族、乡邻亲朋，从无例外。无论是哪一位帝王，面对此等挑战皇权底线的重罪，都只会严惩到底，杀一儆百，杜绝天下效法。所有人都以为向来铁腕治国、从不姑息贪腐叛乱的雍正，必会重判曾静、张熙，掀起一场大规模文字狱清洗，震慑天下读书人。可所有人都猜错了，雍正的操作颠覆了满朝文武的认知，也藏住常人看不懂的顶级布局。雍正亲自审理此案，全程亲阅口供，亲自驳斥流言，亲自梳理所有抹黑自己的传言来源，最终做出一个震惊朝野的决定：赦免曾静、张熙全部死罪，不杀、不流放、不株连，甚至允许2人回乡安居。不仅如此，雍正还耗费大量心力，将此案所有审讯档案、帝王谕旨、犯人口供、认罪书籍全部整理编撰，汇集成4卷本的大义决迷录，详细逐条驳斥民间流传的篡位、匪父、虐帝等谣言，系统阐述华夷之变的正统理念、大清治国的正义性以及自己继位的合法底线。随后下令全国刊印，颁行天下，要求全国学宫、书院必备此书，所有读书人必须诵读学习，彻底澄清天下舆论，扭转民间对自己的扭曲认知。更为关键的是，雍正特意下达铁定遗命，郑重告知后世子孙，朕已赦免曾静师徒，后代帝王永远不得再追究其罪，不得将其诛戮，给予2人终身保命铁券。在满朝文武看来，这是雍正一生最反常、最宽容的举动，甚至显得软弱可欺。但事实上，这不是宽容，而是雍正一生最高明的舆论权谋。此时的雍正执政数年，虽然铁腕整顿吏治、充盈国库、改革积弊，但民间舆论始终被八爷党残余势力绑架，篡位暴君的标签根深蒂固。如果此时直接杀掉曾静，只会让天下读书人、百姓更加坚信雍正心虚未摇，动辄杀人封口，只会让抹黑流言愈演愈烈，代代流传，彻底坐实暴君污名。所以，雍正选择反其道而行之，不杀罪人，公开案情，自证清白，把所有抹黑自己的言论摆在阳光下，逐条辩驳，逐层拆解，用官方权威档案回击民间野史流言。他清楚明白，杀人只能堵住人的嘴，却堵不住天下悠悠众口，更堵不住流传后世的历史污名。唯有公开真相，重塑舆论，才能从根源上洗白自己，稳固皇权正统性。与此同时，雍正精准区分了罪责核心，他深知曾静只是愚昧偏执、被流言蛊惑的普通秀才，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散播反清思想、扭曲华夷正统的吕留良，以及刻意散播雍正黑料、报复皇权的八爷党、余党。甘是雍正重惩首恶，轻赦从犯。
严惩吕留良后人，封禁其书籍，彻底断绝反清思想传播，同时赦免被蛊惑的曾静，向天下展示帝王胸怀，收拢读书人与百姓人心。一松一紧，一宽一严，尽显顶级帝王制衡之术。可谁也没有想到，雍正这盘布局深远、顾全大局的舆论棋局，在他驾崩，乾隆继位后被全盘推翻，彻底打碎。雍正驾崩仅仅40余天，刚刚登基、立足未稳的乾隆，无视父皇亲笔遗命，无视先帝钦定的判决，火速下旨抓捕曾静、张熙师徒2人，押解回京严审，随后颁布谕旨，以泄天下臣民公愤为由，将2人凌迟处死，诛杀殆尽。除此之外，乾隆下达全国严令，全面回收、封禁、销毁大义觉迷录，禁止民间学工私藏、刊印、诵读，但凡私自留存者一律治罪，彻底将这本先帝亲著的典籍列为大清禁书，扫出历史台面。一赦一杀，一颁一禁，两代帝王的操作完全相反，背后藏住最冰冷、最现实的皇权逻辑。很多人疑惑，向来以宽仁治国、标榜人君的乾隆，为何偏偏在此事上比铁腕雍正更加残酷无情，更不讲情面？核心原因从来不是乾隆气量狭小，而是父子2人的统治阶段、统治需求、皇权视野完全不同。雍正执政时，核心困境是皇权合法性不足，舆论负面满天飞，他的首要任务是自证清白，扭转民间认知，稳固统治正当性。所以他需要留住曾静这个活案例，用公开辩驳、正面回应的方式，破解300年来的流言困局，重塑个人与皇权的形象。但到了乾隆时代，局势已经彻底逆转。此时的大清，经过雍正13年铁腕改革，吏治清明，国库充盈，江山稳固，雍正篡位的流言已经大幅淡化，不再威胁王朝统治。而大义觉迷录的存在，反而成为皇权最大的隐患。这本书虽然洗白了雍正，却也完整记录了所有辱骂、抹黑雍正的10大罪状。等人力把皇室丑闻、帝王争斗、朝堂阴私永久公开留存，供天下人阅读议论。时间越久，只会持续滋生新的流言，动摇皇权威严。更重要的是，乾隆的帝王底线与雍正完全不同。雍正可以容忍别人诽谤自己个人，只要不动摇王朝根基，皆可包容化解。但乾隆的逻辑极其冷血霸道，可以允许百姓无知，绝不允许百姓议论皇权。在他眼里，曾静诽谤先帝，妄议皇权，煽动叛乱。无论先帝是否赦免，都是冒犯皇权底线的死罪，绝对不能留存。与此同时，乾隆此举也是一场极高明的登基立威权谋。初登大位的他，需要快速压服朝堂，震慑天下，树立帝王权威，推翻父皇遗命，处死先帝赦免的反贼，封禁先帝颁行的典籍，看似忤逆，实则是向满朝文武、天下百姓释放明确信号：从今日起，大清的规矩由朕而定，先帝旧制亦可修改，所有臣民必须绝对服从新君意志，不得有半分僭越议论。除此之外，乾隆还有一层深远的政治算计。雍正赦免曾静是为了解决过去的舆论危机，而乾隆杀掉曾静、封禁书籍是为了杜绝未来的思想动乱。他要彻底掐断民间妄议皇权、借古讽今、散播反清思想的源头，建立绝对的思想管控体系，让天下读书人、百姓不敢随意议论皇室、质疑皇权，从根源上杜绝文字叛乱与舆论动荡。这一正一反的2次操作，完美暴露了父子2人的治国差距。雍正的权谋是开局破局，直面问题，以格局化解危机，愿意自曝短板，扛下舆论压力，只为稳固王朝长远根基。而乾隆的权谋是守成顾全，封锁问题，以高压管控人心，用最极端的手段维护皇权尊严，杜绝一切不稳定因素。世人向来赞美乾隆宽仁，贬低雍正冷酷，可看透这桩大案，就能明白，雍正的铁腕是对贪官权贵、朝堂击毙的严厉，对天下百姓、王朝长远的包容与担当。而乾隆的宽仁是对官僚士族、世袭权贵的妥协，对思想异端、舆论质疑的绝对冷血。曾静案的终极逆转，不只是一场简单的案件改判，更是大清治国风气由开放革新、直面问题转向封闭保守、高压管控的关键节点。从此之后，清代文字狱愈演愈烈，思想管控日趋严苛，民间舆论彻底斗升。盛世的繁华之下，已经悄悄埋下了王朝闭锁、日后衰败的隐患。很多人只看表面的善恶好坏，却看不懂帝王权谋从来没有单纯的性情之分，只有立足时局、权衡利弊的顶层布局。雍正舍名求实，以大局稳江山；乾隆弃实求名，以高压固皇权。2代帝王的执政差异，早已注定了康乾盛世的巅峰与落幕。看懂了这场父子权谋的极端对决，才算真正走进清宫皇权博弈的核心。但乾隆的登基清算远未结束。处理完舆论隐患，巩固思想管控后，他很快将目光投向了雍正最信任、最倚重的宗室亲臣。下一场无声的皇权清洗即将悄然上演。喜欢这类深度帝王心术、历史权谋解读，想看透康雍乾3代王朝的兴衰密码，记得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持续追更全集内容。下一集我们解读雍正最信任的亲弟果亲王允礼，为何功高无过，年轻离奇早逝，拆解乾隆清洗先帝宗室势力的隐秘棋局，千万别错过。